这里是 Chinese with 思涵，我是思涵，你的中文老师。这是给想练习中文 listening 的人的 podcast。如果你需要这集 podcast 的 transcript、vocabulary 和 grammar points 的解释，请看 description box。如果你想跟我上中文课，你也可以在 description box 里找到我。好，现在我们开始吧。大家好，你们好吗？你们猜我现在在哪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我现在在一个森林里面。但是我现在在哪个地方的森林里面呢？我在日本的森林，还是在中国的森林，还是在哪里呢？可能很难猜。那我直接告诉你们吧。我现在在法国的森林，在法国巴黎旁边的一个森林里。好，今天为什么想在这个森林里做这个 podcast 呢？今天为什么想跟大家聊天呢？是因为我最近回了法国，我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可能有一些刚刚发现这个 podcast 的人还不认识我，那我介绍一下，我叫思涵，我在法国住了6年，我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搬到的日本，所以我现在住在日本东京，但是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当然也在中国住过很长时间。所以我这次回法国，当然我马上就会回东京啊，但是我这次回法国是为了度假，是为了玩一玩，是为了休息一下。但是我这次回法国，我开始想很多事情。我开始想什么呢？我开始在想，我更喜欢住在法国，还是更喜欢住在比如说东京，还有上海，或者是我的家乡成都这种地方呢？后面有个车，我说那只狗好凶啊！那只狗叫的声音很大。好，那我继续。我这次回法国，我就开始想一个问题：我更喜欢住在东亚，也就是说中国或者日本这个亚洲的东边。我更喜欢住在东亚，还是更喜欢住在法国呢？我这次想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这次坐飞机从日本东京到巴黎的时候，我下飞机，我看到巴黎，看到我非常熟悉的巴黎，看到我住了6年的巴黎，我突然就在想，我去年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离开一个我这么喜欢的地方呢？我真的想住的地方是哪里呢？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想聊一聊我觉得在法国住有什么好的地方，有什么我非常喜欢的地方，还有什么我不是很喜欢的地方，有什么我觉得中国和日本可能更好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吧。好，首先
我准备了一下，我准备了一下，所以我要看一下。首先我看一下第一点，对，我写的第一点，我最喜欢法国的地方，就是在法国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和你之间的关系，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哎，可能，如果我有其他欧洲国家的 listeners 听到这里，会觉得你喜欢法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我知道，可能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可能你们会这样想，因为我知道有些国家的人不是很喜欢法国人，对吧？你们很多人不是很喜欢法国人，你们觉得法国人非常的冷，就是跟人说话的时候，你们觉得法国人跟人说话的时候，脸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跟人说话的时候会笑着说话，对人非常非常好，所以我知道欧洲很多人不是很喜欢法国人，也不是很喜欢法国人对人的态度，跟人说话的时候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作为一个现在在日本住的中国人，我觉得跟中国和日本的人和人的关系相比，我更喜欢法国人和人的关系。为什么呢？在法国，你去一个餐厅，你去一个咖啡店，你去一个酒吧，好，服务员问你你今天想喝点什么呀？今天想吃点什么呀？他会开始跟你聊天，他会开始跟你开玩笑，你们会像朋友一样开始聊天，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地方。当然，这个不只是法国是这样，西班牙、意大利、欧洲很多地方，可能美国、加拿大可能也是这样。不认识的人，也就是陌生人之间会聊天，会开玩笑，会像朋友一样。这一点我非常喜欢，让我觉得非常温暖，就是让我觉得不冷，非常的暖，非常的温暖。这种人和人的关系我很喜欢。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在日本或者在中国或者在整个东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不是说我不喜欢我只是觉得在中国你可能不会和不认识的人聊天，你去餐厅吃饭，你可能不会和服务员开始开玩笑，开始像朋友一样聊天。在日本也不会，在日本，我觉得你去一个餐厅吃饭，服务员会对你非常礼貌，服务员会经常跟你说对不起谢谢你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没有了，你可以点其他的东西吗？服务员对你的态度非常非常的友好，但是你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很远，你会觉得你们不是朋友。当然你们确实不是朋友，但是你会觉得我是客人，他是服务员，你会有这种感觉。在中国呢，服务员不会对你非常非常礼貌，但是他也不会跟你聊天，也不会跟你像朋友一样聊天。但是在欧洲，在法国，你真的可以和服务员像朋友一样聊天。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不只是服务员，还有我以前住在法国的时候，有些时候我穿得很漂亮的时候，我出门在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婆婆，有一个老太太，她向我走过来。这个老太太她向我走过来的时候，她对我说：“你太漂亮了，你真的太漂亮了，我很喜欢你今天的衣服。”这个让我很开心，这个让我真的非常开心。这种事在法国发生过很多次，在我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在日本，可能大家不会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说啊，我很喜欢你今天的衣服，我觉得你很漂亮。大家不会这样做，大家可能会这样想，大家会觉得哇，你看那个女生，我好喜欢她的衣服，她好漂亮。但是大家不会说出来，不会告诉你。所以我很喜欢在法国人和人的这种关系，让我觉得很温暖，很温暖。好，这个是第一点我喜欢的关于法国的地方。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生活在法国的事是，我觉得在法国工作很开心。大家应该比较了解中国的工作，大家应该很了解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我只能说，一般在中国工作比较辛苦，对，比较辛苦。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以前在法国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下班了以后，我就不用看我的邮箱，不用看我的工作手机，我就不用想啊，我的老板，我的 N+1，今天晚上会不会找我有事？我不会想这些事情，我不会去看我的 N+1，我的同事，我的老板有没有给我发消息，有没有给我发邮件，我不用去想这些事情。但是在中国，你需要去想这些事情，你下班以后，你也要回你老板的消息，你也要回你同事的消息。所以很多中国人下班了以后还是在工作，对，还是在工作。当然我没有在中国工作过，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我知道我很多朋友下班了以后还会看他们的手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法国或者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很多其他国家，你们会用邮箱，对吧？你们会用邮箱发邮件。然后很多人有自己的工作电脑，有自己的工作手机，下班了以后，你会关上电脑，关上你的工作电脑，关上你的工作手机，所以你没有办法看你的工作邮件。但是在中国，我们不用邮箱，我们用什么呢？我们用微信 WeChat， 对，我们会用微信。所以你下班了以后还是会看手机，因为你的手机上有你的 WeChat，
你可能没有工作手机，你可能只有一个手机，这个手机你会用来你会用来跟你的朋友、跟你的爸妈聊天，你也会用来工作，所以你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分开，这个就是分开。你的工作和生活是在一起的，没有分开。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工作很累。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法国人的假期非常非常多。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一年有30多天，的假期。所以以前可能7月份、8月份的时候，就会请很多天的假，可能请3个星期的假，然后就不工作了，可能就去另外一个国家玩。在中国还有日本呢，你也有假期，但是非常少，非常非常少，所以你没有很多时间，你每年没有很多时间去其他地方玩，你没有时间好好休息。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在一个公司工作，我想在法国的公司工作。这是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我更喜欢法国的工作文化，假期很多，而且工作和生活分开，也就是说，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非常好。中国和日本呢，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不好，所以我不是非常喜欢。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我看一下。对，第三点是我很喜欢在法国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法国的生活很简单，非常简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周末的时候可能会去城市附近的自然里玩。自然是什么？自然就是森林、河，还有山，还有海，这些东西，这些就是自然。大家周末的时候可能会去城市附近的森林里玩、运动，或者是跟朋友去酒吧、去咖啡馆聊天。我觉得这种生活的方式很简单，我很喜欢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中国和日本也有森林，也有山，城市附近也有自然，但是中国和日本的城市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所以比如说，如果你住在上海市中心，那你可能离你这个上海附近的森林、山、河等等等等非常非常远。但是如果你想去也可以，你想去也是可以的。周末可能也会去见朋友，也会去咖啡馆，也会去酒吧见朋友。但是我知道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做的事，很多人会去购物中心。购物中心就是一个 shopping mall 了，是一个你可以去买东西，可以喝咖啡，可以做很多很多事的地方。我觉得在中国和在日本，购物中心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很喜欢买东西，我觉得大家非常喜欢买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点
消费主义。你们知道消费主义是什么吗？大家知道主义是什么意思吗？主义，比如说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个就是一个主义。消费主义是什么意思呢？消费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吧？消费的意思就是说你去买东西，你去买很多很多东西，这个就叫消费。所以消费主义就是 consumerism， 我觉得应该是 consumerism。我觉得在东亚，比如说在中国和日本，消费主义非常的强，所以很多人喜欢买东西，很多人喜欢买很贵的东西。很贵的东西，也就是说很贵的包包、很贵的衣服，比如说Louis Vuitton 的包包，还有什么呢？Dior 的包包，还有很多很多很贵很贵的东西，这个我们叫奢侈品。奢侈品在中国和日本，很多人很喜欢买奢侈品。他们可能没有很多钱，但是奢侈品很重要，大家需要让别人知道他可以买奢侈品，需要让别人知道他挣很多钱，所以很多人，我的一些朋友，可能他们的工资不是非常高，他们挣的钱不是非常多，但是他们会买很多奢侈品，而且不只是奢侈品啊，很多很便宜的东西，大家也喜欢天天买。比如说我回中国的时候，我妈她每天都会告诉我她买了什么东西。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和日本，你想买什么，你都可以买到。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中国大家知道阿里巴巴，对吧？但是在中国呢，阿里巴巴叫淘宝，中国人会用淘宝买东西。淘宝上真的什么都可以买到，什么都可以买到。比如说你想买机票、火车票，你也买得到；你想买衣服、包包，你也买得到。你想买吃的东西，你想买水果，你也买得到。比如说成都有一个叫龙泉山的地方，成都的龙泉山的桃子是一种水果，是一种夏天的水果，很甜，我很喜欢吃。成都的龙泉山的桃子非常非常有名，所以如果你住在上海，你不住在成都，你说我很想吃成都的龙泉山的桃子，你可以去淘宝上买。还有比如说如果我住在成都，我去年去上海玩的时候，我去了一家面包店，我去了一家上海的面包店，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上海的这个面包店的面包。我也可以在淘宝上买到这个面包店的面包，因为在淘宝上很多人会卖自己的东西，所以上海的这家面包店，它可能在淘宝上有自己的淘宝店。成都龙泉山的一个卖桃子的人，他可能也在淘宝上有自己的淘宝店，所以你在淘宝上可以买到很多很多东西，你可以想到的
东西，你都可以在淘宝上买。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中国人非常习惯自己想要的东西都可以买到。因为就是这样，因为你想买什么东西，你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所以中国人非常习惯自己，我想要什么，我就可以买到。所以我觉得结果就是大家每天都想买东西。法国呢？法国其实你很多想买的东西你买不到，你不知道去哪里买，或者你必须去一个地方买。比如说我如果想去法国的，我想买法国的 Normandie 的一个我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必须去 Normandie。我想买一个我在 Normandie 旅游的时候去的一家卖衣服的店，卖衣服的商店，我想买他们的衣服，那我必须去 Normandie 买这家店的衣服。所以我觉得在法国或者在欧洲，你想要一个东西，你可能最后买不到它，或者你需要等很长时间你才能买到它。你就习惯了这件事。你习惯了什么呢？你习惯了不是所有你想要的东西你都可以得到这件事。这个句子有一点长，那我再说一遍。在法国，你习惯了一件事，你习惯了什么事呢？你习惯了不是所有你想要的东西你都可以买到这件事。当然今天我们不会聊为什么中国、为什么日本的消费主义非常强法国的消费主义没有那么强。这个 podcast 不是关于消费主义的，而且我也没有去仔细的去看，我也没有仔细的去想为什么中国和日本消费主义很强，为什么法国的消费主义没有中国和日本这么强。我没有仔细去想，这些只是我现在的想法，所以可能不对，所以我说的可能不对，希望大家不要在意啊，这真的只是我自己现在的想法。所以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买东西的人，我不喜欢奢侈品，我不喜欢每天买，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不适合生活在中国这样消费主义很强的地方。我觉得这种环境、这种地方会让我很紧张，有一点紧张。我觉得我可能更想生活在法国这种很简单的地方。我不是说消费主义是一个完全不好的事情，消费主义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它可以让一个地方的经济就是 economy， 它可以让一个地方的经济非常好，所以消费主义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比如说我刚才说淘宝，你在淘宝上可以买上海的一家面包店的面包，所以这家面包店它可以赚很多钱。我刚才说你可以在淘宝上买成都的龙泉山里的一个农民的桃子。农民是什么？农民就是种水果的人，种蔬菜的人，这些人就是农民。好，我刚才说你可以去淘宝上一个农民他自己的淘宝店里买东西。
很好的，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呀。这样你可以帮这个农民卖更多水果，卖更多桃子，这个农民可以赚更多钱，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觉得消费主义不完全是一件不好的事，只是我不喜欢。所以我现在只是在说我不喜欢这件事情。这几点是我可能想继续住在法国的原因。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其实就是我很喜欢我在法国的生活，或者说我在法国住了6年，我已经习惯了我在法国的生活。所以不管法国好不好，我都已经习惯了。我习惯了每天晚上去塞纳河散步，我习惯了在巴黎每个周末见我的朋友，我习惯了每3个月去一次卢浮宫，我习惯了去法国的面包店买早饭，我习惯了法国的很多事。所以我最近回法国，我就在想，我当时为什么选择了离开一个我这么喜欢的地方呢？我为什么走了呢？我为什么不在法国住了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觉得我很喜欢在法国住，我很喜欢我在法国的生活。当然也有非常不好的地方，也有我不喜欢的地方，我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不喜欢法国的地方，我会聊一聊我更喜欢东亚的地方。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那我们下一集继续聊吧。